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你能想象吗？在中国，连医院都倒了，茅台也崩了，黄金被课税，房子连跌3年半。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今天的现实。每天7家医院关门，100家药店倒闭，百大城市房价连跌42个月，飞天茅台跌破1700元，五粮液净利暴跌60%。北京政府甚至开始向黄金开刀，加税6%。一切看似最稳的行业全线失守，网络被封，人心开始翻，街头出现一张又一张手写标语，有人写我不求翻身，只求活着，那是沉默者的呐喊，也是这个冬天最真实的声音。今天我们要带你看见这场中国式寒冬是怎么一步步从楼市蔓延到药房，从餐桌延烧到黄金柜台，最后爆在街头墙上。中国的房价真是跌跌不休啊！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百大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已经连续42个月下跌，这可不是小数目，足足3年半，而且跌幅还在扩大。根据中指研究院10月底发布的报告，10月份百城二手住宅的平均价格是每平方米13268元，比上个月又跌了 0.84%， 而且这次是100座城市全部都在跌，无一例外。跟去年同月相比，房价跌了接近 8%， 比上个月的跌幅又扩大了 0.22个百分点。那新房呢？新房看起来稍微稳一点。10月百城新建住宅的均价是每平方米16973元，只有33个城市略涨，60个城市还是在跌，7个城市持平。不过有个关键要知道，比起新房，二手房的价格才更真实地反映市场状况。为什么？因为新房价格会受到土地出让金、政府补贴、开发商策略等因素的影响，很多时候看起来撑得住，其实不代表真实需求。而二手房就不一样了，买家跟卖家直接对接，价格就是市场最直接的反应。此外，除了二手房和新房之外，租房市场也没好到哪去。50个城市的平均租金接近每平方米35元，比上个月下跌接近 0.5%， 同比下跌接近 4%。 整体来说，租也跌，买也跌，房地产市场整体进入了冷却期。今年进入第4季，今年的数据对比去年感觉会更惨。现在看起来，不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的销售量，10月份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年末恐怕压力还会继续加大。百大城市房价连跌42个月，这样的房市走势你怎么看？你认为现在是抄底的机会，还是离场的讯号呢？当房地产失去支撑，经济整体下行，不只是房价跌，接下来要倒下的竟然是被认为最稳当的产业之一——医疗行业。能想象吗？在中国，连医院都撑不下去了，不是1、2家，而是一天关7家民营医院，药店倒闭的速度甚至还更快。这就是2025年真实发生在中国的医疗倒闭潮。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整体经济衰败，中国医疗产业也无法幸免。根据新浪财经报道，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天就有将近7家民营医院关门大吉。整体来看，光是到6月，全国就有1247家民营医院终止运营，关停率从2023年的 7.2% 翻番暴升到2024年接近 20%。 你可能会想，医院哪来那么多医院倒闭？其实中国的住院需求在不断增加，2024年住院人数高达超过3亿人，年住院率超过20%，比许多发达国家都高。但病人多，医院还是倒，
因为撑不住的不是人流，而是经济。中国法院破产资讯网显示，光是去年跟医院破产有关的案件就超过1200件，而且不只是民营医院，不少二甲等级的公立医院也陆续走上破产或合并的道路。有些倒闭的医院不是小诊所，而是大手笔投资的重点工程，像是曾经投资20亿，声称能服务山东、河北、河南3省5000万人的鲁西南医院，2025年正式破产，留下12.6亿元债务，还有600名员工被拖欠工资长达8个月。甚至全国100家医院之一的武汉妇产医院也在今年初宣告停业。江西、河南、新疆等多地都有医护人员集体拉横幅讨薪，场面让人心酸。而药店的情况也同样惨烈。从2024年开始，中国平均每天有超过100家药店关门，全年倒闭超过4万家，预计2025年这个数字会飙到6万到10万家。网友说得很直接，以前赚翻的口腔诊所现在都在倒，药买不起了，外国药太贵，国产药便宜，但效果不行。曾经被认为是稳赚不赔的医疗产业，现在也成为经济下行的重灾区，企业倒闭，失业上升，居民消费力大减，再加上医保制度薄弱，让医院和药店一个接一个倒下。专家预估，这波医疗寒冬可能还会持续3年以上。最令人唏嘘的是，中国这波医疗系统的倒塌，对普通人，特别是老人和基层病患来说，失去了最起码的就诊保障。不能不说，这可能会带来人道灾难。当医院都撑不下去了，代表市场连刚需都难以维持了，而接下来这一个曾经代表中国人面子和权力象征的9界神话茅台，居然也撑不住了。飞天茅台跌破1700元了，它本是中国白酒界的天花板，如今竟跌到经销商都在抛售，消费者都在观望的地步。一场茅台的雪崩式下跌正冲击整个白酒产业，连五粮液也被卷入这场风暴之中。10月28号，大陆市场的飞天茅台批发价首次跌破一瓶1700元，在部分电商平台上甚至能看到1640元就能入手的价格。更惨的是，被称为1000元茅台的1935系列，从1800元一路跌到600多元，已经低于出厂价，每卖一瓶，经销商就倒赔200元。济南一位经销商说，现在茅台一天一个价，而且已经不敢回收库存了。有经销商哭笑不得地说，去年1万多的散花飞天茅台，现在直接跌掉了一个万位数，剩个零头。有人感叹，上午刚进的货，下午就亏了几十块，这已经连跌1周了，看这趋势，离1499块真的不远了。有博主一语道破，茅台的价格跟中国房地产密切相关。回头看茅台突破3000元的时候是2016年，正是房价暴涨的时代，开发商、包工头、工程老板请客送礼，怎么可能不买茅台？但自从2021年恒大暴雷到2024年恒大正式退市，这个核心爆点的经济震荡开始一圈一圈往外扩散，终于波及到白酒行业。而茅台的消费力萎缩也揭示了另一个真相，不是年轻人不喝酒，是连能买茅台的人都少了。过去经销商坐等客户上门，现在经销商反过来求客户，能不能帮我买几箱库存？据估计，中国90%的茅台库存现在都压在经销商手里，而酒厂的库存也积压严重。更震撼的是，新任董事长上任后，茅台改变了方针，从以前的控量保价改为放量强企，大量放价降价卖给符合条件的企业客户，直接把飞天茅台的申购价从1499元下调到1196元，
相当于一次性砍价300块。这意味着什么？茅台正式跟经销商抢市场了。而更惨的可能是五粮液。第三季度，五粮液的净利润暴跌超过65%，业绩直接退回到2018年，线下销售更是大亏，一瓶就能赔上百块。电商100亿补贴把价格压到789元一瓶，经销商根本无法竞争。今年 A 股的20家白酒股中，有18家前3季度业绩下滑，部分区域酒企甚至下滑90%以上。从经销商角度来看，这不只是商品跌价，而是一整个高端白酒市场正在失去支撑。商务宴请骤减，送礼文化大降温，消费者精打细算，中高端白酒在商务场景的占比从去年的 60% 跌到了今年的 45%。 当年靠厂房搞工程赚快钱的人把茅台价格炒上了天，现在房市熄火，白酒也冷了，这背后其实就是中国经济整体下行的缩影。在高端白酒价格崩跌的同时，北京当局也开始悄悄对另一个保值信仰下手，这次的目标是黄金。中国黄金不再免税了，当局终于出手，取消了长达20多年的黄金增值税抵扣政策。这一改变将直接冲击黄金零售业和投资市场。对一般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买金条、买金饰都要更贵了。11月1号，中共财政部突然发布新规，从即日起，销售从上海黄金交易所购买的黄金产品不再允许抵扣增值税。这包括投资用的高纯度金条、金锭、中央银行发行的金币，甚至是珠宝和工业用金这些非投资产品。那么税率是多少？当局一口气加上了 6% 的增值税，对零售商来说，利润空间直接被压缩。这项政策带来的影响会怎样？据行业估算，取消免税政策会让投资金的税率提升 0.5% 到 1%， 而黄金首饰的税负直接提升 5% 到 6%。一年下来，当局可能因此多收500亿人民币的税，但消费者和零售商就是被割的对象。有分析师指出，这将让零售商面临2选1，要么涨价，要么吃亏。为什么取消免税政策？其实透露了一个信号，中共政府财政压力越来越大了。房地产低迷，经济成长疲软，地方政府债务沉重，财政缺口越来越明显。所以北京现在正在找新的税收来源，就连黄金这种传统避险资产也不能放过了。对普通中国人来说，黄金一直是文化投资的一部分，也是保值工具。不管是嫁妆、长辈储蓄，还是避险投资，黄金的民间需求一直不小。但这次当局税制一改，会直接打击那些价格敏感型的买家，短期内可能让黄金饰品和投资需求出现明显下降。其实在10月底，黄金价格就已经遇到一波回调，但即使短期震荡，黄金的长期基本面仍然强劲，因为各国央行仍在持续买金，美国预期将降息，全球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现在每盎司黄金价格保守在4000美元附近，有机构预测明年内金价可能突破5000美元大关。你怎么看北京当局取消黄金免税政策？它能因此而根本解决财政压力吗？根据自由之家旗下的易言网统计，2025年第3季，中国总共发生1392起抗议事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5%，并且是连续第6个季度抗议数量持续上升。其中有很高比例属于个体化政治表达，包括张贴标语、喷漆、悬挂横幅。抗议群体的统计显示，最多的群体是工人，占 38%， 房产业主占 29%， 村民占 15%， 其他还包括家长、学生、投资人、宗教团体等。
抗议活动的地区分布最多的是广东，占 16%， 其他分别是河南、湖南、河北和山东。北京学者刘某分析，街头标语潮和政府的高压维稳其实是互为镜像的，监控越严，反抗越多。高校教师程长也表示，街头出现的这些标语其实是政治语言崩溃的象征。他认为很多人无法在网络上发声，就用贴标语、涂鸦这种最原始的方式表达不满。为什么人们愿意冒着风险贴标语？程长认为原因有三：第一是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第二是房价下跌，房贷压力爆炸，第三就是家庭收入下降，生活难以为继。这些因素导致越来越多中国人对未来失去信心，最终选择用贴标语的方式来对抗权力，表达绝望。有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公安系统最近召开多次舆情稳控会议，以往的重点是管控网络言论，但现在的维稳要防的是街头标语。上层明确指出，这些标语是线下政治风险的指标，可能引发更多模仿和串联，因此各地基层公安、街道办都被要求及时上报任何异常行为。尽管中共当局对外还在强调社会总体稳定，但从这一张张街头标语来看，真正的压力正在街角蔓延，人民的愤怒已经从键盘转移到了水泥墙上，每一张都是真实民心的表达。从房市崩盘、医疗瓦解到白酒退潮、黄金加税，最后走上街头的标语就是一种讯号。中国社会正进入压力锅的沸点时刻。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